如果你這輩子錢多到花不完，你會幹嘛？買房、買車、環遊世界？不，我建議你幹件更離譜的事，造艘飛船，去找宇宙的盡頭。別急着笑，這不是中二，這是一個困擾了人類幾千年的問題。宇宙到底有沒有邊界？如果有，那邊界外面是什麼？來，先別急着飛。小時候抬頭看星星，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？這麼多星星，宇宙到底有多大？評論區說說，你當年最離譜的腦洞是什麼？我先置頂最瘋的那個。好，現在我們把腦洞收一收，說點扎心的。你看到的星空，其實只是宇宙允許你看到的那一小部分。就像你戴着一副超級近視眼鏡，只有眼前一小塊能看清楚。视頻平台用算法做筛選，宇宙用时间和光速做筛選。光從宇宙誕生那一刻出發，跑了快138億年才勉強到達地球。更遠的地方呢？不好意思，光還沒來得及跑到，你這輩子都看不到。你以为宇宙沒有盡頭？不，是你根本沒資格看到盡頭。物理規律直接給你開了內容屏蔽，夠慘吧？但想想也挺爽。咱們已經用幾百億光年的老照片腦補出了整個宇宙。人類在自我屏蔽這件事上向來是很有傳統的。早期很多人以為宇宙是有守門員的，比如土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當成最遠的天体。理由很簡單，土星是当时肉眼能看到的極限，在裸眼時代，看不見的通通算不存在。大家覺得宇宙就該在土星這兒截止了。再往外呢，人類的想象力到頭了，編都不敢編了。也就是說，在那個年代，人類以為自己已經看到了宇宙盡頭。現在回頭看，是不是很好笑？但今天認定的宇宙邊界，在未來某一天，說不定也會變成笑話。講到這兒，故事裡就該有個猛人登場了。真正第一次把宇宙邊界往外推的，不是天才科學家，是搞音樂的威廉·赫歇爾。你可能會覺得離了個大譜，研究宇宙邊界這事兒，不應該是物理學家、天文學家的主場嗎？怎麼會輪到一個音樂家上場？哎，歷史就是這麼有意思。這哥們兒有個癖好，對星空上頭。上頭到什麼程度？白天排練，晚上演出，半夜自己磨鏡片做望遠鏡。對，你沒聽錯，設備都不買，直接自己造。人家也想幹件大事兒，給宇宙畫地圖。注意，這裡很關鍵，他研究的其實是銀河系，只是當時的人們把銀河系當成了整個宇宙，人人都在笑話他，偏偏他也最好笑。每天堅持數星星，你就說這方法土不土吧？但是人家一邊數一邊畫，硬是把地圖拼出來了。銀河系像個扁平的大煎餅，太陽就在中心附近。這一發現正好滿足了某些人的傲慢，認為萬物皆向我朝拜。但很快結果反轉，地心說時代的狂妄徹底被推翻了，人類被宇宙反手抽了一個大嘴巴，從宇宙主角降級成路人甲，還是煎餅邊上的芝麻粒那種。這就是猛人赫歇爾幹的好事，他用統計加觀察強行量了個尺寸，就是為了搞清楚宇宙到底有沒有盡頭。在某些方向上，星星的數量確實明顯減少了。
這讓他一度覺得銀河系是有邊界的，事情到這兒還沒結束。隨着望遠鏡越來越強，人們發現銀河系外面有無數個類似的星系。赫希尔當年以為的宇宙邊界，其實只是自家门口的小籬笆。這就有點像你小時候以為村子是世界的全部，結果長大了才發現外面還有城市、國家，甚至整個地球。你以為快到終點了，其實只是換了一張更大的地圖。那問題就來了，這宇宙套娃到底有沒有最外面那一层？如果没有，那咱們就是在无限流剧本裡无限循環。如果有，那墙外难道還有另一個平行世界在等着咱們？你現在可能觉得这設定太燒腦了，但這只是熱身，更離奇的還在後面。如果你真的造了一艘神級飛船一路狂奔，你並不會撞到什麼宇宙邊境的護欄，反而會發現一個詭異的真相。這張地圖不僅在變大，而且越來越快。這就是咱們要聊的宇宙膨脹了。很多人腦子裡會自動腦補成宇宙有個中心，然後往外炸開。但現實不是這樣的。宇宙膨脹更像是你手裡拿着一塊正在發酵的面團，上面撒滿了葡萄乾。面团一膨脹，所有葡萄乾之間的距離都會變遠，沒有哪一顆是中心。好，現在把鏡頭再拉回你那艘飛船，你已經飛了很久很久，遠到什麼程度呢？遠到地球早就成了歷史課本裡的一個小點，遠到銀河系變成了一片模糊的光斑。按你原本的想法，你是去找盡頭的，對吧？結果你越飛越不對勁，前面的目標在往後退。這不是你飛慢了，是整個宇宙在變大，空間本身被拉長了。你在找宇宙邊界，宇宙在看你笑話。兄弟，你連新手村都没出來。先別抓狂，科學家比你還煩躁，看不到宇宙的盡頭也就算了，他們連看到的東西都解釋不通。報個最經典的猛料，上世紀天文學家在研究星系的時候，發現一件非常不对勁兒的事：星系邊緣那些恆星轉得太快了，快到什麼程度？按咱們熟悉的物理規則，它們早就應該被甩飛了，像脫手的石子一樣四散開去。但現實是，它們老老實實地繞着中心轉，一點要飛走的意思都沒有。這就很尷尬了，要麼是物理定律錯了，要麼就是有什麼東西在暗中出手，暗物質這個概念就這樣被推了出来。說白了就是有一堆看不見的東西在提供額外的引力。問題是，這玩意兒到現在都沒被直接看到過，科學家只能兩手一攤，耸耸肩，有東西在，但我看不見。你可以理解成一群科学家在打麻将，牌自己在动，但没人看到是誰在摸牌，气得大家都想掀桌子。搞笑的是，幾十年來全世界各種頂級項目都在圍剿暗物質，什麼地下實驗室、粒子探測器、太空觀測，能用上的手段全用上了。結果呢，世界上最聰明的科学家說，我們越来越確定它存在，但還是沒抓到。聽着是不是有點像大型宇宙躲貓貓現場？你先別笑，這是很嚴肅的。如果暗物質是真的，咱們現在學的宇宙認知從一開始就太片面了。如果說暗物質是在拉住宇宙，那還有個東西是在推開宇宙。現在就輪到暗能量登場了，
他的發現過程堪比反轉劇場。本來科學家在算宇宙膨脹，大家默認一個常識，宇宙在變大沒錯，但因為引力，膨脹應該越來越慢。結果一測，不對呀，不僅沒變慢，膨脹還在加速。於是暗能量這個聽起來很高級，其實很無奈的名字就誕生了。翻譯成人話就是，我們不知道它是啥，但它真的很猛。暗物質看不見，暗能量搞不懂，人類的自信倒是一直在線。如果你是科学家，第一個想砸錢找的是暗物質還是暗能量？為什麼？評論區 battle 起來。科學越進步，人類越像個認真研究 bug 的 NPC。科學界最有意思的不只是猛料，還有翻車現場。大名鼎鼎的阿爾伯特·爱因斯坦也在這件事上翻過車。他為了讓宇宙看起來穩定，硬是在自己的方程裡加了一個叫宇宙學常數的補丁，試圖抵消引力，好讓宇宙乖乖待着不動。後來他發現宇宙真的在膨脹，氣得吐槽這是一生中最大的錯誤，還親手撤回了這個補丁。結果更魔幻的來了，多年以後，科學家發現宇宙不僅在膨脹，還在加速膨脹。當年被愛因斯坦嫌棄的錯誤補丁，居然成了描述暗能量最精準的數學工具。這劇情連編劇都不敢這麼編。你以為寫了行 bug， 結果這 bug 竟然是預言未來的神來之筆。所以宇宙到底有沒有邊界？科學家最誠實的回答是不知道。它可能無限大，你飞多遠，宇宙就延伸多遠；也可能有限，但無邊，像超級馬里奧無限循環關卡，你衝到頭只會繞回來；甚至可能是高維甜甜圈，你飛着飛着從另一邊鑽了出來。雖然證據為零，但想想就刺激。有一件事基本可以確定，宇宙最狠的地方在於，它不拒絕你探索，但永遠不讓你通關。人類仰望星空幾千年，最大的進步是確認自己啥也不知道。咱們的腦洞永遠比已知宇宙大那麼一丟丟，每前進一步，未知就往更遠處推一步。評論區來炸一波，如果你中了大獎，會砸錢造飛船嗎？還是你有更瘋的計劃？快來留言，讓算法知道你对宇宙有多上頭，不然他下次可能只給你推5分鐘學會做煎餅了。這裡是科學幻想號，今晚的宇宙邊界就先聊到這兒，晚安，咱們下期見。